嗨，这里是 Dimi Studio。那我们今天又收到了一把，我的好朋友寄来的 Fabulous， 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比较早期的包装，那这位好朋友是我很早之前在口琴圈认识的一位伙伴。那这几年他已经工作忙碌比较少在吹口琴了。那前阵子看到我在维修 Fabulous 的影片，他就说：“那大敏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整理一下这一把 Fabulous， 然后顺便帮我排除一些问题。”好，那我们今天收到琴，我们就来拆开来，来体验一下。好，看一下有什么样的问题。好，来给大家看一下外观。好，这是可以感受到它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哈，吹嘴有点掉色，然后盖板的话，也有点掉漆了。好，然后琴身的部分它把它换成了一个塑胶的琴身这个琴身也是我之前在大量使用 Fabulous 的时候，我很想要换的这个琴身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它是黑色的，然后它不是原厂的金属琴身，然后这样肉眼这样看下去，它的簧板部分的螺丝其实已经有滑牙所以它是用螺丝跟螺帽去对锁的。好，那我们就实际的来吹奏一下试试看。按键蛮顺的，给大家听一下，几乎没什么声音。基本上按键你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它的这个按键的声音就会小很多很多，而且会比较顺，因为按键这个东西是需要磨合的。好，那我们实际来吹奏一下。好，初步吹奏上的话，我觉得这把琴的状况感觉还不错，然后间距有一点点不平均，有些大，有些小，这个我们之后再来做调整。那我觉得它整理过后，应该还是一把我觉得状况蛮好的琴好，那我们就把它拆开来看一下。这个螺帽跟螺丝都非常具有年代感就是可以感觉到使用很长一段时间了。好，来看一下盖板的内侧其实像这种镀银的盖板用久了都会像这样，会有这种发黑的状况这个到时候我们拿去刷洗可以解决它。好，然后上盖板其实也有一模一样的状况，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盖板内侧是蛮黑的。好，然后琴身的部分跟簧板的部分，哇，这个琴的簧片也是经过很多次调音然后胶片感觉得到状况不是太好，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胶片。这个是很早期的胶片所以它还是做这个长方形的像现在的Fabulous 跟 Serious 应该都是用梯形的胶片。好，给大家看一下胶片的部分，应该可以感觉得到它就是有老化，所以它开始有渐渐的变色。那刚刚提到的簧板螺丝滑牙，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在这里已经用螺帽去对锁了这个也是 Fabulous 这把琴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包含我自己的两把 Fabulous 都是簧板部分都会滑牙，滑牙之后你就需要用螺母跟螺丝去对锁才能稳固的固定这个簧板在琴身上。好，那初步看的话，我觉得我也需要对这把琴就是调音一下因为刚刚听起来有几个音不太准，而且这个簧片看起来也有一些老化。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拆。那这个步骤应该会花比较多时间。我们先拍张照好了，来拍个照，记录一下维修的状况我们刚花了一点时间把这把口琴拆开来里面相当的精彩。好，先给大家看最不精彩的部分这个是琴身的内部。
好，看一下。好，那这个琴身它其实就是依照 Fabulous 的这个琴身下去做的，好，所以你会看到高音区它也是有做这个像 Fabulous 的这种斜坡，好，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些基本的口水垢啦，然后还有一些毛屑，哦，这个应该是动物的毛发，哦，因为我知道这位朋友他们家里有养了猫，好，然后最精彩的就是黄板的部分，给大家看一下，哦，非常非常的恐怖，好，整个都变成绿色的哈。那这个也是像 Fabulous， 哦，那像 Sirius 也会有类似的状况，哦，那这个是下侧的黄板，好，给大家看一下下侧的黄板。哦，然后内侧的胶片当然也就是氧化的非常严重，哦，那这个都是要全部撕掉，然后拿去刷洗。好，然后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它的间距，间距没有到很不平均哦，那当然有些间距看起来是不够平整的哦，那这个到时候我们再来调音的时候一起来处理。好，那接下来我会做的步骤就是把它的胶片全部撕掉，然后把这些零件全部拿去刷洗，好，全部拿去刷洗。希望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些已经氧化的部分，看能不能把它消除掉，哦，把它消除多一点，哦，至少不要让它看起来这么恐怖。好，然后好，吹嘴我们也先把它拆下来好了。这个吹嘴螺丝我也会把它换掉，因为它现在用的是这种圆头的吹嘴螺丝，就是它在上方的地方它会有点浮起来，它不会沉到这个吹嘴里面。那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我比较喜欢它是没入式的，所以我会把它换掉。好，这个琴身很棒哦，它在右侧、左侧的地方，它有把它削平，把它凹进去，在这里，这个也是可以减少一些吹嘴摩擦力的方法，在这里，好，然后但它内侧的地方，它用的是这种六角的螺母，放在里面，然后吹嘴放进去，吹嘴螺丝把它放进去，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先把它拿出来哈。这个我想试试看，我有一种是方形的螺母哈，看能不能直接把它粘进去。好，那这个我也拿去刷洗。好，来先把弹簧拆下来。好，那这个弹簧的这个孔啊，其实也是我比较不喜欢的设计哈，就是 Fabulous 的弹簧孔在这里的安装弹簧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它会有一个奇怪的手感，我不太喜欢那个手感。好，那这个盖板，然后按键的部分，我觉得保持的蛮好的，按键几乎没有任何的磨损跟氧化。我看一下哦，按键的部分，然后垫片的话，垫片就有磨损了哈，就是很正常的磨损，给大家看一下，在这里已经有裸铜的部分，然后中段跟尾段也是有裸铜的部分。好，然后看一下吹嘴。好，吹嘴内侧因为太久没有使用了，所以它其实有一点点生锈，有点氧化。好，没关系，这个等一下我们刷洗过后，实际装上去吹奏一段时间，感受一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真的有需要更换，我们再来更换，给大家看一下。好，那接下来我就要继续处理刚刚说的步骤，移除胶片，然后把这个东西拿去刷洗，再把它贴上新的胶片。好，那过程我就不记录了，因为这个在我之前的影片里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参考，大家可以自己去看。OK， 那我们前半段先到这边。好，我们刚把口琴拿去刷洗了，然后我也做了除锈，我觉得效果蛮好的，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先从盖板的内侧好了，盖板现在内侧已经是还原成比较新的样子，就是镀银的样子。那另外一片盖板的内侧，长这个样子。好，那我觉得除锈最有成就感的应该是这个黄板，好，那给大家看原本最脏的而且最严重的内侧，现在除锈过后长成这个样子。
应该可以看到，还是可以看得到一点点的痕迹哦，但是已经比刚刚的状况好非常非常多了。好，那这个是下侧的哦，下侧的是最严重的哦。那除锈过后长这个样子哦，这都是内侧哦。哦，外侧比较没有状况哦，但是内侧很严重。那我们已经把它除锈成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我就会把它贴上新的胶片哦，然后再来做后续的安装，然后调音，好，然后调间距的动作。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先记录到这边。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后，我们把这把琴调整到我认为可以上台演出的状态。好，那快速的回顾一下我大概做了哪些事情。好，在簧板方面，大家可以看到之前的这个内侧已经生锈、氧化的非常严重，所以我把胶片全部撕掉，然后除锈。好，然后贴上了全新的胶片。那音高以及间距我也全部重新的调整过，设定在 A 等于443的音高。那间距我也觉得把它调在一个可以舒适吹奏的状况。好，那按键组的话，就除了这个下垫片生锈的比较严重，有裸铜，然后它上面有一些锈点。好，那我是建议把它换掉，所以我装了一个新的垫片。那吹嘴以及按键是继续沿用的。那盖板方面，我的朋友说，他想要换一个声音比较纯净的盖板，所以我就推荐可以使用 Laylaps One 这个通用的盖板，你可以装在 Hohner 口琴、Suzuki 的16孔都行。好，那装上去之后，我的声音体感上的这种表现，它是会让原厂盖板原本有的中音以及高音的这种共振感会减少很多。所以装上 Laylaps One 金属盖板之后，会觉得这个声音整个往下沉，听起来会比较有力道。那在音色的表现上，我也觉得比原厂的盖板听起来更干净，更干净、更纯粹的这种感觉。我个人是蛮喜欢这种音色的，所以你会看我自己所有的手工琴，我都是用这样的配置。好，那在包装前，我们先试吹一小段给大家听一下。那按键声调整过后，我觉得它按键声维持就是蛮小的，而且按键蛮顺畅的。好，然后弹簧部分我有更换了一个新的弹簧。好，那试一下。好，那接下来我就会把这个琴稍微清理一下，然后包装寄送给我的朋友。好，那这支影片就先记录到这边。这里是 D Min Studio， 我是大明，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